现在是在西摩的凯越，这是凯越最新的450单 R 的街车，也是450仿赛同平台的街车版本。在这个街车市场日益萎缩的当下，凯越依然坚持的推出这一款街车，那么会引发新一轮的街车潮，还是说叫好不叫座的产品呢？我们先骑起来看一下。OK， 我们先坐上来啊。哇，这个开机动画还蛮炫酷的，而且流畅度也蛮不错的，整个 UI 看起来还是不错的。首先坐上来啊，第一感受跟凯越的所有车都是一样的，就是特别的轻。这个车的整备质量只有164啊，是一款4缸的中排量的街车，居然只有164的这个体量，相当于一台250级别的仿赛了。OK， 坐上来之后，整个落脚性也蛮不错的。这个脚踏的位置稍微有一点点的阻碍我的腿，但是我依然能够全脚掌的这样着地的情况下，把我的小腿刚好卡进两侧的这个空档里面，落脚性非常的不错，而且坐垫这个位置也是收的比较窄的，整个弧度和海绵的填充也是不错的。坐垫的乘坐的舒适性，前后的整个俯仰的角度，目前静态情况下还是挺舒服的，而且往后坐整个海绵的行程也是比较充足的，会大概有1厘米左右的海绵行程，那么前中段是比较厚实的。OK， 我们通电。这个车是新车啊，只有8公里的里程。可以注意到这个地方是有自动大灯的，而起来之后整个放机运转的平顺性和震动都还是控制蛮不错的。而且这个油门的阻尼和力度，我觉得是控制的，最近骑过车里面还挺好的。不像新玩家那种比较廉价的油门，里面是没有什么阻尼感的，这个是有一颗一颗的那种阻尼和颗粒感的。OK， 我们挂档。OK， 是有滑离的啊，整个离合的间隙控制的大概是在1/3的位置上。OK， 我们骑起来。超级轻啊！哇，这个油门前中段的这个发力。车骑起来的体量就是一个300级的街车的感觉，特别的轻巧，而且手把也没有明显的抢把动作。我甚至会觉得它在高速上面可能会存在一点点这种摇摆的这种感觉啊，因为整个车头没有太强的这种循迹性，是非常愿意跟着你的轻脚和手上的动作去发生改变的。
简单的试下来啊，整个车的减震是非常偏运动的调教。落地之后会有一点点多余的这种弹跳，然后面对这些障碍过去的动作也是偏硬的感觉。整个是一个支撑非常到位的一个运动型的减震调教。目前可以看到的是，它前面的减震是余安的，后面不知道是不是也是余安的，整个调教还是偏硬。OK， 我们停在这儿，简单的看一下动力表现啊。现在是 Sport 模式，然后看一下 TCS 啊。ABS TCS 打开 OK， 然后看一下 ABS 的模式，标准模式 OK， 现在也是分为性能和关闭啊。我们退出来。可以感觉到整个车在前中段的这个动力明显是要比450更好的，比双2要更好。看一下1档的极速啊。的转速区间、震动表现，我觉得都是在一个非常合理的范围内。而且这还是在空油的状态下，手把上的震动也是比较绵密，不会非常的烦人。尤其是脚踏上面的震动控制的非常优秀。几乎不会觉得脚掌心比较痒。OK， 我们看一下骑行模式，看能不能给它调整一下，看一下区别啊。它只有 Eco 和 Sport。上来说，我现在并没有试出这两个模式之间有太大的这种差别啊，不知道什么原因。从出力的感觉，中前段会更偏弱一点。我们看看，而且它这个仪表还能够支持你在动态的情况下去调整这些模式。就我的体感而言，我感觉这两个模式并没有拉出特别明显的区别。
OK， 动态我感觉整个车骑起来就是一种非常活跃的街车的感觉，但是坐姿和骑行姿并不是那么的战斗，能够感觉到这款车很小，轴距很短，以及重量很轻。Sport 可能会在这种油门前期的这种开度上面会给的比较激进，这个减震确实有点硬了。目前骑下来的感觉是，这款车的发动机的调教要比仿赛要适应的工况要高很多，前中段有力，然后整个攀升到1万转左右的整体的爆发力也是比较延续的，不会出现那种突然来的动力。OK， 我们再试一下刹车啊，60左右。后轮还是会有一点点想要翘头的翘尾的那种感觉，但是在标准 ABS 模式下，它不会把你后轮直接给飞起来。2指 ABS 的弹手动作并不明显，但是能够感觉到它是在工作，前轮的那个抱死加放松的那个频率还是蛮高的。再来试一下4指啊，对，可以明显感觉到前面减震是比较硬的，应对这种抱死松开、抱死松开，整个车头就会产生连着手把一起产生那种在地面上突推过去的感觉，有点像推头啊。如果前后一起，那整个制动力的表现还是蛮不错的。而且 Tasco 这一套的刹车系统啊，虽然应该算是入门吧，前面是浮动卡钳，但是整个线性的程度还是不错，前半段还是能够产生一定的制动力，不像西沪或者杭特在前段几乎是没有什么制动力的。也就是说，在这种低速情况下，你想要比较轻盈的去控制这个刹车，还是能够控制下来的。OK， 我们再看一下，如果把 TC 和 ABS 都调到比较激进的模式 ，ABS 调到性能模式，看它会有这个提示，发生翘尾 ，Set 键开启，然后 Back 回去 TCS， 然后本次关闭和长期关闭，这个就设计的比较好啊，它会不至于你每次都要来调整这些设置。如果你是老手了，可以直接长期关闭。而且仪表虽然这个键程和整个手上的反馈不太好，但是整个逻辑是清晰的，至少有 Set、Back 和上下键，这一点高清就该好好学一学。试一下2指啊。4指。会有一点点想要翘尾的感觉。基本上要人的重心比较靠前，才能够让这个刻意的去翘这个后面的尾巴，才能够翘起来。这是自动大灯了。顺便看一眼灯光的效果吧。哦，远光还是照的比较高啊，感觉近光的亮度是稍显不足的。看在这种弱光环境下，整个大灯是没有体现出该有的这个铺路水平的。
OK， 我们现在来看一下外观以及一些细节。整个车可能在视频里面看不出来整个的体量，从人视点和这个肉眼看，整个车还是属于偏小的那一类。首先轴距比较短，然后在发动机下部收的也是比较窄、比较空的。然后油箱和两侧整体的饱满程度不能说没有吧，它做了一些这种宽体的感觉，以及这种进风风道的感觉，但是并没有做的那么夸张。所以说整个车在肉眼看起来都是一种偏小的状态，会显得略微有一点点的小气。再看一下细节啊，首先整个前脸是有点杜卡迪街霸那种感觉啊，用的这种双透镜加这种小的定风翼，外加一个这种盾牌式的前脸，车头看起来不够凶狠。如果它能够把这个透镜的面积再缩小一点，把整个灯或者就不用透镜，就用一个碗组，一个比较细的这种 LED 的反光碗的话，整个前面的这个凶狠程度就够了。现在这个凸眼珠的感觉看起来略微有一点点呆萌，然后前面这个地方是近似有一个进风口啊，并没有直通这个冲压进气的进风道，不像仿赛这个位置是固定的，所以它的这个进风道只有在直线有可能能够产生一定的作用，所以说在街车上面一般是没有这个。如果需要设计，我估计两侧的这个风道会更加的合适一些。接着看这个仪表，这个仪表没有用新玩家那个复显的仪表，还是用了一套整体观感和 UI 水平都还不错的一个液晶的 LCD 屏幕。然后功能刚才也看过，功能还是蛮多的，只不过整个字体的这些设计，包括这儿两级的这个菜单里面字体的大小都不一致，然后侧面的这个图标这些也没有做到特别的统一。包括在这个位置甚至有一点压缩，他想做一种滚轮的效果，但是我觉得完全没必要啊。然后在整个最外层的界面里面有这个模式、档位、速度、转速，然后油量、水温、小计里程、总计里程，包括这边会有 TCS、ABS， 包括大灯、近远光，这边时钟的一个显示。这个位置有一颗这个光线传感器，也就成就了整个车的大灯是一个自动开启的状态，整个近光的铺路效果以及亮度的表现，我觉得在双透镜里面不算特别好的。我们看一下开机动画，还是挺酷炫的。人视点看过去，整个分辨率还是蛮好的，只不过有些就是刚才说的这些字体都没有做一个统一，看起来还是略微单薄纤细了一点点。不过整体而言，整个 UI 还是属于那种可以看得过去、不丑的状态，只是有些细节可以再优化优化。转向灯这一块是跟450双 R 做出了区别，包括后面的这个转向灯，我记得450双 R 是一个一体式的造型，像飞机机翼一样，那么在单 R 上面又回归了传统的这种造型。然后尾灯顺便看一下，这边有一个凯越的 logo， 我记得应该是凯越第一次把自己的 logo 放进尾灯系统里面，看起来还有一点点张雪机车的感觉啊。整个造型包括两边的这个导风道的面积、镂空的这个空间都还是挺好的，而且后部的这个覆盖件，包括这些按扣的这种螺丝都还是做到了统一。这牌照架是跟双 R 是同款啊，在这个位置左右的这个强度好像不是特别高。前面减震是余安的，然后可以看到行程感觉跟双 R 是差不多的，直径应该还是41的，包括这个挡泥也是双 R 的同款。看一下车架焊工啊，也是这种扁管，跟双 R 是同款的车架，整体焊工还是蛮不错的。然后上山新用的这种比较亮的金的质感，如果再亚光一点会更好看。现在这种质感，你看掩盖不住这些瑕疵，反而用亚光或者黑色会显得质感会更好一些。后面这个油箱看一下，圆盖是个三角形的，整体感觉它的密封性做的没有那么好啊，按下去整个包括这个弹簧的这个力度，相较于春风还有其他的一些车，感觉是没有那么大的力度。到这儿很轻松就可以把它按下去。油箱盖的质感对比春风的话是欠缺一点点的。然后这边的拉花，油箱的拉花是贴纸，可以直接撕掉的。整个油箱漆面的感觉没有加那种闪粉，
就是一个普通的车漆，而且可以看到这个车漆里面还是有一点这种瑕疵的。你看这个位置是，这儿也有，这儿也有一点这种灰尘的瑕疵。然后前面这一块的设计就是一个街车现在流行的一个侧面有一个导风疾风罩的感觉，这一块的设计还是有一点点延续321单 R 的那种感觉，包括前面这个进风的这个气道。不过下面这个水箱护网加上发动机侧面车架连在这儿的这一块的饰板，我就觉得稍微有一点点掉价，大面积的这种假碳纤维的纹理就显得这儿的质感会稍微差一点点。反倒发动机这次的裸露出来的表面质感还挺好的，包括这种做异色处理的这个边盖，磁联机的边盖，但这个启动马达的这个生铁的这个质感就没有那么好了。这根管子稍微有点不讲究，这个应该是空滤的那个油水分离器的管子啊，就直接这样搭了在这儿，至少做一个弯头或者在哪儿给一个卡扣吧。然后这个挡杆没有快盘，这个估计这台车的售价也是比较便宜的，甚至比新玩家版的双 R 还要更便宜。就是我们也就不强求这种配置，因为在后期其实后市场还是能够买到这种相应的配件的。链条这边是真核的 520UX， 下面是便当盒啊，因为是底盘，所以说便当盒这一块的面积还是蛮大的。好在这个便当盒的整体的焊缝不像春风那么丑啊，春风我感觉那个便当盒整体的色差呀、焊接的这些规整程度还不及凯越这一个。然后前面看到是有一个底护板的，塑料的，不过它这些螺丝包括发动机的这些侧面螺丝都用了这种新型的螺丝，这一点还是对整个车的品质感提升蛮大的。车架刚才说了是双 R 同款，包括后面的减震是带有一个预载调节，没有阻尼调节的，那么也是直推式的这种减震。侧面的脚踏我刚才对比了一下双 R 啊，是有降低，整个双 R 的高度大概在这个位置，会比现在的脚踏位置更高个大概3-4厘米，所以说整个骑行的姿势不会像仿赛那么憋屈。后摇臂啊还是用的钢的材质，只不过整体的造型看着包括后面这种调节机构看着还是比较高级，没有那种方管很廉价的感觉。凯越在这个地方还是动了一些脑筋啊，而且甚至在这个地方还是给了一个这种起车钉的接口。后面的牙盘跟双 R 是同样的45尺，也是真核的。后胎是用的正新的 S1， 尺寸是160/60/17，那么前轮尺寸是120/70/17。前面的水箱面积毕竟是个4缸，还是给的蛮大的。这边有一个水箱的加注口，离合这一侧450双 R 这个位置是银色的，那么现在做了一个黑化处理，凸显了这个离合边盖的设计。可以看到这个地方缸头是做了一个橡胶垫的这个隔热设计啊，把这些离合拉线还有这边的 ABS 油管这些跟缸头给隔开了，所以说整个车架还是非常紧凑的，这个位置基本上没有维修的这种操作空间，还是比较极限的，甚至直接把这个胶垫盖在了这个发动机上面。这边这个孔应该是作为护杠的一个孔啊，这个如果你在这儿装护杠倒车是很有可能伤到这一块金铸件，甚至伤到发动机的这个悬挂的这个点的。然后就是说到这一侧看起来，因为那边有链条以及整个摇臂的这些遮挡会没有那么明显，这一侧在这个回压包这个位置啊，就显得发动机和车架配合这一块非常的空，没有做饰板，也没有一些其他金属的装饰。如果去改排气的话，这一段做成直通，没有这个回压包配合后摇臂的这个位置会显得非常的空。本来在这个位置曲轴的高度就是拉得比较高的，然后离合也是比较靠上的，整个下面这一块的视觉就会显得非常的瘦弱，所以说也就进一步把这个车整体显小的这个特性体现出来。 OK， 刚才说到这个坐垫啊，后半部分的这个行程其实并没有那么长，但是好在它是比较柔软的，中间这个位置行程大概有个2到3厘米，然后前段这个位置也是没有什么行程了，但是整个坐上去之后夹持感并没有特别的不舒适，这个位置直接用塑料盖板
做了一个这种遮挡，坐上去之后能够很舒适的去夹在这个油箱以及这个塑料盖板上面，就整个活动的空间可以适应的腿长的范围还是蛮大的。而且看下来这个坐高大概是个790左右的一个水平，后座也是比较柔软的，而且面积也比450双 R 要大很多。很多车企在仿赛道街车的时候，油箱以及整个副车架包括后座的这些设计都不会做修改。凯越这一款是从油箱开始，这一块的线条和设计，包括上部的这种弧度以及整个尾部的设计都是重新做了调整，照顾了一定的舒适性以及街车需要的整个的线条的整体感。第一视角整个车的质感，除了我刚才说比较亮的三星以及压盖可能会体现一些瑕疵之外，观感还是蛮好的。钥匙孔这边周围有一圈胶垫，防止异响，也填补了这个缝隙。如果再做一些环绕的这种设计，整个这一块的质感就会好非常多。然后这个塑料质感在这儿其实抗滑的这个功效其实并不是特别好，轻轻的用指甲去划一下就会出现一个印子。新车看着质感还是蛮好的，整个这些接缝啊也没有什么异响。这边用的是暗扣啊，所以说不可避免有一些这种间隙，但是它不会产生异响，而且整个缝隙的均匀度还是可以的。另外手把这边用的是高精雷神上面那一套手把，但是按下去是软趴趴的那种微动开关的感觉，而且空行程还蛮大的。你看这一段都是空行程，包括这种按钮和退出，尤其这个退出按钮是没有一个清晰的段落感的，你推一下都不知道推到没有，没有什么手感，而推着蛮累的。然后这边启动这边比较简约啊，看着像是个电子油门一样，因为它正好在第一视角和这种常规视角把这个油门拉线给隐藏掉了，看着像是个电子油门，但实际上不是。要表扬的是这个阻尼和力度掌握的非常的好。下面还有一个弹射模式的按钮，但是我觉得在街车上面这个按钮其实不用做的那么外露，毕竟街车更多的是跑山、摩旅以及通勤嘛。这种弹射比较偏竞技的模式，我觉得在街车上面是可以放的不那么外露的。然后这边看到一个细节啊，这个位置前面有一个这种真实的通风的，那么在后面它甚至做了一个这种出风口啊，这个位置是有一个向斜下方的出风口，那么就可以把前面收集到的正面的冷空气直接往下去跟这边水箱出来的热风气去中和，甚至给到你膝盖和小腿一点这种比较凉快的这种通风的效果。然后这儿，然后后座啊，我们看一下后座打开这个位置，凯越这个 logo 我觉得是目前凯越车型上面精致度最高的一个地方，包括前面这个450单 R 的这个刺绣啊，整个给人的感觉就非常的有高级感。这个位置，然后这儿下面打开之后，这边是 OBD 的一个检测接口吧。然后随车的工具就只给了一把2个型号的这种梅花的内六角，这工具给的属实是有点少，比如后视镜如果松了我都调不了，里面的空间也是比较局限的，是博士的电喷，两侧也没有什么空间了。如果加装那些行车记录仪的话，可能还得拆前面的座椅往前面放，而且电瓶的整个位置也是在主坐垫下面的，需要去拆螺丝才能够打开。OK， 外观和细节我们就说到这儿，然后整个车骑起来的动态的表现以及静态的这个表现是完全对得起27000到28000这个价位里面给人的这个质感也好，发动机重新调教整个曲线的平顺度以及可用转速区间，我觉得都是一个非常有诚意的产品，而且在现在这个市场环境下还能够坚持的去推出一款街车，还是要给凯越点一个赞的。而且把一款4缸的街车做到161公斤的整备质量，是真的非常夸张的一件事情。凯越应该是继承自比赛的这些经历，所以说在它推出这一款这个平台的街车的时候，依然能够给到一个比较优秀的质量控制以及操控的表现。发动机刚才说了，是一款比双 R 更加成熟的一个调教。OK， 那我们简单的看到这儿。